捞尸挣的是阳间钱，吃的是阴间饭。我爷爷在这行干了一辈子，却拒绝把这门手艺传承下来。他常说，做这一行得命硬。他小心谨慎了一辈子，不曾想临到老了，还是失去了一个孙子。我老家地处长江中下游，水库湖泊很多，每年淹死的人不在少数。尤其到了夏季，老爷子总是忙得脚不沾地。可以说，对于我家而言，捞尸这个行业是个铁饭碗。老爷子就是靠着这门手艺，把我和我哥供上了大学。可临到老了，还没来得及退休享福，我哥却出事了。等我风尘仆仆赶回家时，老爷子已经给我哥擦完身子，换好了寿衣。他拄着拐杖站在棺材旁边，整理着我哥衣服上的褶皱。那个向来咋咋呼呼的爽朗汉子，此时正一脸惨白地躺在棺材里。我手脚麻木地站在原地愣了很久，憋了一路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问爷爷，可老爷子对此也是一问三不知。自从前几天送我上学后，我哥就一直神神秘秘的，整天早出晚归，没人知道具体行踪。直到今天早上，隔壁村打来电话，说有人跳河了，因为始终找不到尸体，所以请老爷子去帮忙。却没想到老爷子去了现场，还没动手，尸体却自己浮了起来。老爷子一眼就认出了我哥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声音都在颤抖。直到此时，我都觉得很不真实，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就跳河自杀了？夜深了，来帮忙的邻居走了，老爷子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又忙前忙后折腾了一整天，我让他赶紧去休息。我守在灵堂，反复地翻看我哥跳河时的监控录像。我已经翻遍了我哥的遗物，甚至连浏览器和聊天记录也没放过，可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真的是自杀吗？这一刻，连我也有些迷茫。我靠在椅子上，看着我哥的遗像，相片上的他明明在笑，眼神却无比空洞。不知何时，屋内开始弥漫上一层薄雾，灵台上的长明灯恍惚起来，好似随时都会熄灭。我连忙弯腰护住火苗，长明灯闪烁几下后恢复了正常。我松了口气，站起身时，眼角瞥见我哥的遗像有些反光，照片上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道黑色的身影，正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。我感觉心脏都漏拍了一秒，浑身汗毛倒竖，猛然转过身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眼花了吗？我心里嘀咕，但很快我就被打脸了。门口处不知何时多了一滩水迹，水迹上不时泛起一圈圈的波纹，仿佛正有水滴不断地滴落下来，就像一个浑身湿透的人正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。我浑身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。哥，是你吗？我声音颤抖着问道。灵堂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壮着胆子走了过去，临近水迹时才颤抖着伸出手，却什么也没摸到。低下头看，那一滩水迹旁边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层清晰的脚印，一路延伸到另一个房间。那是厨房。我连忙跟上。厨房没有开灯。我打开手机闪光灯，摸索开关。恍惚间，听到左边墙角有一阵阵细微的咯吱声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壮着胆子探出手机照过去。墙角处原本放着一头猪，是隔壁张屠夫白天刚送来，准备做席用的。此时正有一个穿着黑色寿衣的身影，正趴在那头猪身上大快朵颐。脂肪和血肉被撕扯开的声音听得我心惊胆战，但我还是踮着脚步慢慢靠了过去。我得确定一件事。哥，我轻声喊道。那身影一顿，慢慢转过身来，手电光打在他脸上，只一瞬间就让我鼻子一酸。真的是他。哥，我情不自禁喊道。但我哥没有回答我，他浑身湿漉漉的，嘴里还咀嚼着血肉，惨白的脸上鲜血淋漓，混合着水珠缓缓滑落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像是在打量着猎物。新鲜的肉，嘶哑的声音从他喉咙中挤出。他咧开嘴冲着我笑了起来。好弟弟，把你的肉给我尝尝。说完，他猛地扑了上来，吓得我连连后退。但我身后就是墙壁，还没跑多远就被我哥追上。他两只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我奋力挣扎起来，想要掰开他的手，但手却从他的身体上穿了过去。强烈的窒息感涌上脑海，我眼前发黑，意识也逐渐模糊。就在这时，我胸口处传来一阵灼热感，我哥惨叫一声，紧跟着我脖子一松，倒在地上难受地咳了起来。再睁开眼，我哥已经不见了。砰！灵堂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赶忙跑了过去，却见停放我哥棺材的板凳像是承受不住棺材的重量，齐刷刷从中间折断，棺材也已经落在地上。一阵刺骨寒风毫无征兆地刮了进来，把贡品、蜡烛、遗像全部吹翻在地，一片狼藉。咚咚咚，沉闷的敲击声从棺材内部传来，每一声就像是有一把铁锤重重敲击在我心底，连带着整个人都随之站立。伴随着轰的一声，棺材板被彻底掀开，一双血肉模糊的手从棺材里面伸了出来，白森森的骨茬裸露在外，像是被啃食过，又像是捶打棺材导致。我已经完全被吓懵了，只能呆愣在原地，看着我哥的尸体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。他伸着脑袋在空气里嗅了嗅，像是饿了很久的野兽，正在寻找自己的猎物。最终他
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我身上，下一秒，他嘶吼着扑了过来，闪开！我身后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，紧接着被我一股大力推开，是老爷子。此时他手上正拿着一条用铜钱和红绳串联的鞭子，他一鞭子抽在我哥身上，被击中的地方像是气球被扎破一样，发出噗的一声。同时，鞭子最前端的红绳也像是被腐蚀过一样，发黑断裂，十几枚铜钱洒落在地上，叮当作响。老爷优子连续抽了十几鞭子，我哥连连后退，浑身上下皮开肉绽，只能无能嘶吼。但老爷子手里的鞭子已经变得越来越短，最后只剩下巴掌长一截。快走！老爷子把最后一节砸在我哥脸上，转身拉着我往外跑。但我哥反应更快，他3两步追了上来，一脚把我踹翻在地，连带着拉着我跑的老爷子也被带了个趔趄。还没等我起身，我哥紧跟着一脚踩在我背上，把我死死摁住。老爷子想要拉我起来，却被我哥拉着手一扔，把老爷子摔得四仰八叉。我怕老年人被摔出个好歹来，当时就急了，手脚同时发力，后背往上把我哥的腿顶开，然后趁着这个间隙翻身，抱住他的腿往旁边滚。我哥直接被我甩了出去，100多斤的体重砸在供桌上，这下灵堂算是彻底废了。我想爬起来扶老爷子，但我哥已经再次扑到了我身后，抓住我的衣领，张嘴就往脖子上啃。就在这时，老爷子爬了过来，用手臂挡在了我哥和我之间。我被压着没办法抬头，但能听到老爷子闷哼了一声，紧跟着一股鲜血顺着我的头发流了下来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爷爷！我惊恐地大喊。老爷子没有回答我，他另一只手照着我哥的脑袋捶了几拳，但我哥仍是死咬着不松口。无奈之下，老爷子咬着牙站起来，一脚踹在我哥身上。我感觉身上一轻，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这才发现老爷子的手臂上被生生撕下了一大块血肉。我哥3两口把这块肉嚼碎吞下，鲜血的味道似乎激发了他的凶性，让他红了眼睛，变得更加疯狂。不过这一次，老爷优子有了准备。等我哥扑上来时，老爷子从腰后掏出2根小拇指粗细的钢针，在弯腰躲开我哥攻击的同时，转身在我哥膝盖弯猛刺。下一秒，我哥就失去了双腿的支撑，扑倒在地上。老爷子趁热打铁，用膝盖压住我哥的背，不让他起身。紧接着，2根钢针从2侧肩胛骨插入，轻轻一扭，我哥双手也失去了控制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在不断的扭曲挣扎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。老爷子放开钢针，一把抓住我哥的头发，把他脑袋往后扯，把你那块玉佩拿出来。老爷子的催促让我反应过来，我连忙从怀里拿出一块翠绿色的玉佩。刚才在厨房我哥掐我脖子时，也是他保护了我。按在你哥眉心，爷爷大声说道。像是察觉到了危险，我哥收起了笑容，开始疯狂挣扎。在玉佩和我哥接触的瞬间，我哥痛苦地嘶吼起来，他全身青筋暴起，嘴里猛然窜出一股股散发着浓郁恶臭的黑烟，我首当其冲，差点没被熏晕过去。别松手！老爷子涨红着脸喊道。我咬了咬牙，一只手探到我哥后脑勺上，另一只手借着全身的力气往前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老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松开手！我哥已经没了动静，他安静地躺在地上，双目圆瞪，一脸的狰狞，额头上还被灼烧出了一个圆形的龙纹印记。我合上我哥的眼睛，抱着他在地上坐了很久。老爷子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烟，吧嗒吧嗒抽了好几支才停下。从小到大，我和我哥都喜欢听老爷子讲他以前的经历，却没想到如今真正遇上了，我和他居然成了故事的主角。我给老爷子包扎好伤口，合力把我哥抬进棺材。看着破破烂烂的灵堂，老爷子愁容满面地叹了口气，我去联系白师铺，天亮之前咱们得把灵堂重新弄好才行。老爷子打几个电话就要出门，我本想跟着去，但老爷子摆手拒绝了。你就在这里不要乱走，好好陪陪你哥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急匆匆走进了夜色中。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，背部贴着墙壁，冰凉的触感让我身上的伤痛有所缓解。或许是刚刚折腾得太累了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梦里我又见到了我哥，他站在门槛外，依旧一副湿漉漉的模样。我站在屋内，隔着门槛和他面对着面。他张嘴说话，我却没有听到一丝声音。突然间，他脚下像水面一样泛起阵阵涟漪，无数根黑色的丝线从他脚下蔓延，眨眼间就将他缠绕起来，随后拉着他快速下沉。我伸手想要抓住他，但他只一瞬间就和我相隔了108000里。最后时刻，他不断地把手指向自己胸口，随后就被黑暗完全吞噬。我猛然惊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，胸口处的玉佩还在发烫，说明刚刚的却有东西靠近。是你吗？我轻声开口，像是问他，也像是问我自己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但灵堂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人能回答我。半个多小时后，老爷子回来了，他身后还跟着一大帮人，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。这群人扫了一眼灵堂，没有好奇，没有询问，而是默不作声地重新布置起来。我和老爷子也跟着帮忙。
终于是赶在天亮前把灵堂重新布置起来了。老爷子说这个时候吊唁的人不会太多，让我先休息一下。我确实困得不行，正准备回房间休息，却突然听到外面闹哄哄的。出门一看，一群人正气势汹汹地朝着我家过来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退回灵堂。老爷子问道：出什么事了？怕是有人要来找麻烦。我沉声说着，从墙角抽出一根木棍。老爷子吓了一跳，连忙把我按住，先别冲动。就这么一会儿，那群人已经跑到了门口。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黄毛跨进门，大手一挥喊道：兄弟们，给我砸了！跟在他身后的几个人造型上和他差不多，满脑袋花花绿绿的，一眼看过去还以为遇到了葫芦娃。他们怪叫着冲进门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四处打砸。眼瞅着刚弄好的灵堂再次被破坏，我当时就红了眼睛，掰开老爷子的手，冲上去一脚把最前面的黄毛踹翻，然后拎着木棍挨个敲。几个杂毛被打得嗷嗷叫，他们其中2个人从我背后偷袭，一左一右拉住我，另外一个趁机夺走我手上的棍子。我被他们3个人压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肆意破坏。最开始下命令的那个黄毛从衣袖里掏出一把30-40厘米长的西瓜刀，把刀放在我脖子上，眼里满是讥讽：傻逼东西，你再动手试试。眼见我被挟持，老爷子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可那群人越来越过分，已经准备推翻我哥的棺材。老爷子上前想要拉开他们，一个绿毛转身一拳打在老爷子脸上。60-70岁的老年人猝不及防挨了这一下，当时就脑袋发懵，摔倒在地。去你妈的！我当时就怒了，脑袋一热，也不管刀是不是还架在脖子上，狠狠一脚踩在右边紫毛脚趾上。紫毛惨叫一声，连忙松手。左边白毛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一拳砸了过去，他同样惨叫一声，连忙松手捂住眼睛。黄毛被我吓了一跳，他拿刀的手都开始哆嗦，边后退边喊：你他妈不要命了！我3两步追上去，抓着他的手腕，松手。黄毛不松，我把他猛地往怀里一拉，同时一个头锤撞过去，他被我撞得头晕眼花，立马松开手，夺了刀。我转头一看，那群人已经围着棺材开始喊号子用力。我冲上去就是一刀，砍在离我最近的那个粉毛肩膀上。他惨叫一声，抱着肩膀摔倒在地。咦，没血？我愣了一下，举起刀一看，都没开刃，纯粹一个大铁片子，多半是用来吓唬人的玩意。我彻底没了顾虑，举刀朝着他们皮糙肉厚的地方猛砍。那群人被我砍得哭爹喊娘，一边跑一边喊：杀人了！其他人还没看清楚他们的伤势，就已经被我凶狠的模样吓坏了，连滚带爬的往门外跑。这群人来的时候气势汹汹，毫不遮掩自己的目的。一路过来，村里有不少人都听到了动静，一个穿一个，很快都知道有人来找事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不少人之间都沾亲带故，自然不会眼看着我们被外人欺负，拿着粪瓢扁担赶了过来，正好和这群杂毛撞上。这群人挨了几棍子，又慌不择路地往回跑。但这时我已经拿着刀追了出来，他们无路可退。最开始那个黄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朝着我砰砰磕头：大哥，我错了。其他人也跟着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。见状，我慢慢冷静下来，问道：你们为什么来捣乱？几个葫芦娃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把目光放在那个黄毛身上。那家伙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没了耐心，直接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说不说？不说砍死你！这下被吓得浑身哆嗦，梗着脖子憋了半天，还是没蹦出一个屁来。不争气的东西！这时，一个中年女人拨开人群挤了进来，她恶狠狠地瞪了这群葫芦娃一眼，转头看了看我手里的西瓜刀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撕心裂肺地嚎了起来：我可怜的女儿哟，你死得好惨啊，让老婆子以后可怎么办哟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玩意？我吼道。这女人纯粹闭着眼睛瞎喊，眼泪都没见她掉过一滴，但偏偏嗓门贼大。周围乡里乡亲的听到这种八卦，顿时炸开了锅，场面乱成一团，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。就这么一会儿，我哥起码已经被编排出了7、8个谣言。你他妈再嚎一个试试！我红着眼睛拿刀指着中年女人，这女人直接蹦了起来，歪着脑袋往我刀口上凑：你砍，你有种的就砍死我！反正我闺女没了，老头子以后没了盼头，你砍死我，我正好给我女儿作伴。这时候，老爷子已经清醒过来，连忙跑出来打圆场。他拍了拍我的后背，安抚我慢慢放下刀，语重心长地对女人说道：大妹子，咱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孙子如今才刚刚过世，咱们不能坏了死者的名声啊！我呸！中年女人吐了口唾沫，指着老爷子的鼻子骂道：你孙子要名声，我家闺女就不要了。你家那小杂种大子都没半个，还想带着我女儿私奔？小杂种鬼话连篇的哄骗我闺女大半夜偷跑出来，结果掉进了水库里。你家那小杂种倒好，拍拍屁股跑了，可怜我闺女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这么没了哟。中年女人拍着大腿嚎啕大哭起来。这女人一口一个小杂种，听得我心里窝火，正要骂她，老爷子用力拉着我手臂，示意我别激发矛盾。他的脸色也不是很好，但到底比我沉得住气。大妹子，咱们凡事得讲证据。但这句话正中这女人下怀，她不等老爷子说完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堆东西，十分得意道：谁说我没证据？
他将一张张证件拍在我们面前，有户口本，有身份证，甚至还有我哥和一个女孩的结婚证。他拿出手机，把手机屏幕对准相亲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都看看，给我加评评理！”我们村的村长站了出来，从女人手里拿过手机，看了很久，又仔细对比了一下证件上的照片，最终沉默地把手机递给我们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段监控视频，里面我哥拉着一个女孩从小路跑到了水库边上，两人慌慌张张的，不时往身后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们。可能是天太黑了，没有注意脚下，我哥突然身体一歪，连带着女孩一起掉进水里。我哥和我常年跟着老爷子下水，水性自然不错，但那女孩却不怎么会水。两人在水里扑腾半天，我哥几次想把女孩拉到岸边，但都失败了。最后两人耗尽了体力，双双沉入水里。视频还在播放，过了一会，我哥重新出现在了水面，他吐了几口水，最终摇摇晃晃地上了岸，消失在了画面里。视频到这里结束，我几次张嘴都说不出话来。脑袋里回想起几天前，我哥送我去车站时，曾神神秘秘地对我说：“等你国庆回来，我带你见见你嫂子。”但从小到大，我哥和我都是母胎单身，所以他说这话，我肯定不信，只当他是在开玩笑，并没有在意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我喃喃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那女人从我手里抢回手机，就是你家的小杂种害死了我女儿，这是咱们没完。”不对，我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我哥既然上了岸，怎么会突然在隔壁村头投河？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找人吗？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。我要报警。”呵呵，你报啊。那女人冷笑起来，谁知道那小杂种是不是突然良心发现，准备给我家闺女陪葬？这件事哪怕告到北京，我也有理。我家闺女现在都还沉在水底下，凭什么你哥就可以下葬？我告诉你，只要她还沉在水下面1秒钟，我都要搅得你们家不得安宁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老爷子问道。那女人打量了老爷子几眼，听说你是捞尸人？没错。那我要你们负责把我闺女捞起来。可以。老爷子点了点头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女人也很满意我们的反应，她眼睛转了转，又说道：“我还有100万。”所有人听到这个数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可思议地掏了掏耳朵。我当即拒绝，不可能。我家这么多年，虽然靠着老爷子的手艺吃喝不愁，但也根本没什么存款。你这是在敲诈！村长气得直跺脚，他吹胡子瞪眼半天，憋出了这句话。什么叫敲诈？这句话仿佛戳中了女人的痛处。他反驳道：“我儿子结婚要不要钱？今后养老要不要钱？我养了闺女20几年，难道不值这个数？”老爷子也被气得浑身发抖，但还是冷静地说道：“20万。”不可能。女人跳脚道：“最少50万。”只有20万。老爷子说道：“我负责把那女娃捞上来，不同意咱们就报官，一切按法律办事。”那女人眼珠子转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咬了咬牙：“可以，但你必须现在打钱。”好。老爷子答应得很痛快，他让乡亲们帮忙做见证。我们家在村里人缘不错，他们也都没有拒绝。最终村长做了见证人，我们互相写了字据，按了手印。老爷子拿出这些年所有的存款，我只有平常兼职攒下了一些钱，最后又和乡亲恶魔你借了一些，才终于凑够了这笔钱。钱一到账，刚才还躲在女人身后畏畏缩缩的黄毛立马就精神起来，拉着一群葫芦娃哄笑着跑了。那女人也想跑，但被我伸手拦了下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女人警惕道。把你有关于我哥的东西全部给我，还有那女孩的生辰八字。老爷子补充道。女人松了口气。10几分钟后，我手机里收到了刚才那一段监控，附带的还有几张我哥和那女孩的合照，他们看上去的确非常恩爱。但根据照片上的时间来看，我哥和这女孩已经谈了好几年了，他却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这个女孩的任何事。我还想追问那女人，但她似乎害怕我们反悔，转眼就跑了，没有半点刚才的母女情深。我生怕接下来还有人来闹事，一直不敢休息。在灵堂硬顶到了下午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让我和老爷子赶紧去休息。白天这里我看着不会出什么事，你们晚上还有的忙嘞。我确实困得不行，迷迷糊糊睡到晚上。老爷子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包东西，村长让他儿子帮忙把我们送过去。到了地方才发现这水库大得出奇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我忍不住问老爷子，能捞上来吗？试试吧。老爷子解开布包，把黄纸、墨汁、毛笔等东西一一摆放，然后将一张黄纸裁成纸人形状，在上面写上女孩的生辰八字，最后把它放在一艘系上红绳的纸船。用这种方法能很快定位死者的位置，但前提是知道死者的八字，如果没有，那就需要阴血、铜镜、符咒的配合才行。我一直不懂这其中是什么原理，问老爷子，他从来笑而不语。老爷子把红绳一头握在手里，静静等待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给皮筏艇充好了气，坐在船上等老爷子的消息。小船在水面上晃晃悠悠转了好几圈，像是在辨别方向一样，随后慢慢飘向了水库深处。来了，老爷子轻声说道。我连忙滑动船桨，悄悄跟了上去。
今晚没有月光，水面一片朦胧，除了船桨划过水面外，没有一丝声音。纸船还在前进，我看着老爷子的面色逐渐凝重起来。他手里的红线不知何时离开了水面，绷得笔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另一头牵引着纸船，引导我们过去。这种驶向未知目的地的感觉，让我内心恐惧不已。我不敢直视水面，生怕在其中隐藏着一只择人而噬的恐怖怪物。这种煎熬持续了很久，终于，红绳逐渐放松下来。我抬起头四处望了望，这才惊觉不知何时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水库的中央。纸船静静漂浮在水面，一动不动。我鬼使神差地把它拿了起来，发现上面的纸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水面刮来徐徐凉风，我蓦然感觉脊背发凉，转头一看，那只人不知何时正趴在我肩膀上。明明纸人脸上什么都没有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。卧槽！我吓得差点蹦起来，扔掉纸船在肩膀上胡乱拍打。老爷子也被我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那纸人……我话说一半，却看见纸人正老老实实地躺在纸船上，眼花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行了，准备下网。老爷子拍了拍我肩膀，渔网入水，第一次什么也没捞到。老爷子毫不意外，他调整好角度，第二网入水，但最后也只捞上来几根破木头。不应该呀！老爷子皱起眉头，突然伸手舀了一点水尝了一口，下一秒他就脸色难看地把水吐了出来。我也舀了一点水尝一下，但还没入口，我就闻到一股十分特别的腥臭味。这什么玩意？我有些犯恶心，感觉连手都不干净了。老爷子阴沉着脸没有说话，从怀里掏出一瓶血水，一半洒在网上，一半洒在水里，随后嘴里念念有词起来。半晌后，老爷子再次撒网，这一次很快就有了反应。老爷子收网的速度猛地一顿，我连忙上去帮忙，但渔网像是拉着千斤巨石一样，我们两个人拼尽全力也纹丝不动。砰！被拉扯到极限的渔网突然断了一根，紧接着像是引起了连锁反应，一根根网线接连崩断。撑住！在这种时候，老爷子反而撒开了手，他转身拦腰把我抱住，用肩膀顶住我胸口，防止我被水里的东西拉下去，同时另一只手快速在口袋里抓了一把铜钱，撒在水里。铜钱入水，像是烈火烹油，那一片水面瞬间沸腾起来，一股股腥臭气体窜了出来。但这时候渔网已经彻底撑不住了，最后几根网线同时断裂，我手上一轻，猝不及防的后退2步，倒了下去。老爷子显然也没防住这招，往前一栽，我俩一起磕在船舷上。还好是气垫船，不然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压下来，我的后腰可就遭老罪了。即便如此，我大半个身子也后仰着扎进了水里，我扑腾了好几下，老爷子才反应过来，把我拉了回来。我抹了把脸上的水珠，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，却突然看见老爷子面色一变。下一秒，我肩膀一沉，一股力量直接把我拖进了水里。仓皇之间，我呛了好几口水，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感觉脚踝被缠住了。水下光线昏暗，我完全看不清，只感觉有东西在拉着我快速下沉。为了自救，我开始疯狂地往上挣扎，但那拖着我的东西完全不给我机会。它分成好几部分，分别缠住了我的双手双脚，最后一部分则死死勒住我的脖子。我脑海里突然回想起昨晚那个梦，我哥也是被这东西拖进水的。难道从那时就注定了我的结局？死亡的阴霾袭上心头，我的眼前越发黑暗起来。突然，胸口处的玉佩再度爆发出了惊人的热感。我浑身一个激灵，清醒过来，正好看见那股像触手一样的东西快速从我身上退去。那是头发。我来不及细想，此时我的肺已经快要憋炸了，再不上去，怕是真要交代在这。我猛地窜出水面，再一次接触到新鲜空气，顿时贪婪的大口呼吸起来。老爷子连忙伸出船桨，拉着我爬上皮筏艇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事？老爷子焦急地在我身上四处摸索。没事。我艰难地扯开衣领，露出里面的玉佩，幸好有他在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老爷子松了口气，捂着胸口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有余悸地说道：如果你也出事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和你爸妈交代。爷爷，这玉佩到底什么来历？我好奇问道。早年我父母那一场意外之后，老爷子就给我和我哥戴上玉佩。好几次我遭遇灵异事件，都凭借这东西化险为夷。但每次我问起来历，老爷子要么闭口不谈，要么转移话题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再次问了出来。这一次，老爷子沉默很久，说道：这东西是祖传的，叫镇龙玉，有一阴一阳2块，阴玉护身，阳玉诸邪。我们家几代都吃捞尸这碗饭，能平平安安这么多年，这东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你和你哥体质特殊，极易招惹邪祟，所以我把这玉佩给了你们2人。这也是我不愿传授你们捞尸的原因，因为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玉佩护不住的。我点点头，回忆起小时候，我和我哥看英叔的电影，总会缠着老爷子让他教我们，可每次老爷子都果断拒绝，遇到他心情不好时，还会训斥几句。也是直到后来真的遇到了灵异事件，才明白老爷子的一片苦心。
老爷子叹息道：“可惜你哥的玉佩落水后就失踪了，不然的话，阴阳合一，足以做到万邪不侵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有遇到危险时才会现身护佑。”我抚摸着胸口的玉佩，怔怔出神，回想起梦里我哥不断地指向胸口，难道说的是玉佩吗？夜风拂过水面，带起阵阵寒意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，我干脆全脱了下来，一边脱一边问道：“爷爷，现在怎么办？捞尸的规矩，雷雨天气不捞，三捞不起不捞，水里立尸不捞。现在我们已经老了3次，按规矩来说，要么放弃，要么换人。毕竟是关自己的孙子。”老爷子犹豫再三，还是咬牙道：“捞。”可渔网已经断了，再捞的话就得涉险下水了。我笑嘻嘻对老爷子说道：“那这次就我来呗。”老爷子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早早脱了衣服是想干什么？哪怕我不同意，你小子怕不是也打算下水了吧？”我嘿嘿一笑，到底是瞒不过老爷子。您手上还有伤，确实不适合下水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这次我把玉佩含嘴里，肯定不会出现意外。但老爷子还是不放心，他拿出特制的朱砂，在我全身各处画上了护身的符咒，连脚底板也没放过。细软的毛笔挠得我直痒痒。老爷子没好气地在我脚底狠狠杵上最后一笔，又仔仔细细检查了2、3遍，这才放心我下水。我带上以前我哥买的潜水工具，站在船舷上，狠狠呼吸了几口空气，冲着老爷子比了个欧克的手势，纵身一跳，钻进水里。我打开头顶的照明设备，心里估摸着已经下潜了20米时，总算接近了水底。此时我的可是距离只有1、2米，偏偏这里有一层厚厚的淤泥，稍微一动就会掀起令人窒息的泥沙，导致搜寻愈发困难。好在没过多久，我就在水底发现了之前坏掉的渔网，它已经有大半陷进了淤泥，不过还能分辨出它的走向。我跟着渔网一路摸索前进，找了半天，我根本没见到尸体的影子。不应该呀！我挠了挠头，突然感觉到有几根细丝从手指间划过。我身体一僵，慢慢转过身，正好看见女尸在直勾勾盯着我。从始至终，她都一直跟在我身后。卧槽！我疯狂后退，但女尸如影随形。她的头发仿佛无穷无尽一样，从4面8方蜂拥而来，把我团团围住。不过很快我就发现，这发丝看着吓人，但却始终没有伤害到我。每当她的发丝靠近我周围，都会像冰雪一样消融开来。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，伸出手主动触碰她的头发，那一块果然避如蛇蝎。我彻底放下心来，2只手从头发中间分出一条路来，大大方方游了出去。对面的女尸满脸怨恨，但又对我无可奈何。我有恃无恐地打量了她几眼，果然和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。最让我惊奇的是，哪怕在水里已经泡了2天，她的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，这怕是快要成尸了。我心里想着，从嘴巴里拿出玉佩。她看到玉佩的第一眼就疯狂地后退，显然是之前吃过亏。我怕她跑了，连忙伸手比划起来，最后把玉佩放在手心，不再向她靠近。如果她真的是我哥的女朋友，那么她一定认识这玉佩。那女尸一脸警惕地看了玉佩很久，但渐渐的脸上露出了茫然之色。有戏！我心里一喜，但脸上不动声色。那女尸见我没动静，慢慢靠了过来，她的视线全部集中在玉佩上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随后她居然伸出手想要抚摸玉佩，但却像是被烫到了，飞速缩回了手。她完全没了刚才的怨气，捂着脸像是在哭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难不成要等她哭完，或者我等会再下来？对女孩子这方面是真不擅长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跟我哥玩游戏时，曾自创过一些独属于我们兄弟间的手语。如果她真的是我嫂子，那么我拍了拍手，吸引女士的注意力，然后比划了起来：“你可以相信我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哪怕她的眼泪在流出的一瞬间就被水流带走，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她的悲伤、欣喜。她竟然真的看懂了。这一瞬间，我彻底相信了，她就是我嫂子，是我哥的媳妇。我按耐住激动的心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白布，把女士包裹起来，带着她一起回家。岸边，村长的儿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：“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我和老爷子对视一眼，连忙问道：“刚才我爸打电话来说早上那个女人又来了，他还没说2句，电话就挂断了。”走，赶紧回去。我们3个把女尸抬上车，一路风驰电掣。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，硬生生10几分钟就赶了回来。才刚到路口，就听见我家方向吵得不可开交。那女人叉着腰站在院子中间，手指360度无死角地和村里的婶子们对骂，堪称现代版舌战群儒。婶子们有不少攻击力弱的，被骂得急赤白脸的败下阵来。一般来说，骂不过，自然就要上手了。但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，哪怕是这些婶子的老公也一样。等我们挤进去，才发现原来是这女人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。哪怕我1米8的身高，在他面前都还低一个头。他全身上下，包括脸上都缠着黑布，安静地站在女人身后，看着就非常有压迫感。那女人见我们回来，顿时冷笑起来：“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，你又来干什么？”老爷子脸色不悦道：“今天早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钱也给了，字据也签了，
难不成你想反悔？当然是来接我女儿回家呀，难不成你们还想让我女儿跟你们结冥婚不成？女人理直气壮地说道。我猛地一拍脑门，大意了。字据上确实没写女孩的尸体捞上来之后是否要交给他们。这女人就是抓住了这个漏洞，再次跑来闹事。如果早些时候，我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把尸体交给这女人。但自从明确女尸真是我嫂子后，我反而不愿意了。这女人对自己女儿的态度太奇怪了。今天早上也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表现得爱女心切，钱一到手立马变脸，生怕多待一秒。这会儿又来表现的母女情深，如果不是精神分裂，那指定是有利可图。老爷子没有说话，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女人身后。他打量了那个黑衣男人很久，才看向女人，交给你，让你把我孙媳变成和他一样的傀儡。堂堂炼尸一脉，怎么出了你这么心狠手辣的毒妇？炼尸，这东西是僵尸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脑海回忆起电影里那茹毛饮血的场面。现实里居然真的有人搞出了这种东西。那女人的脸色阴沉下来，那就是没得谈。没得谈。好，那女人咬牙切齿道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老公，杀了他们。什么玩意？我再一次被震惊了，连自己的老公都能下得去手。这女人简直打破了我对恶毒的认知。但那僵尸并没有给我们震惊的时间，女人一声令下，她立马行动起来，就像是一头巨大的黑熊，地面被她踩得咚咚作响，一路横冲直撞而来。光凭那恐怖的气势，就能让站在她面前的人纷纷躲开。她3两步冲到我和老爷子面前，举着拳头就砸。我身上的符咒还没擦，正想着跟着僵尸硬刚一波，看看到底怎么个事。老爷子见我一脸跃跃欲试，顿时猜到我的想法，一脚踹在我屁股上，顺带让我躲开了僵尸的攻击。臭小子，别作死！你那符咒只能护身，干不过这玩意。啥？我傻眼了。下一秒，僵尸就验证了老爷子的话，他一拳落空后，迅速转身，一胳膊肘就砸向我脑袋。我连忙伸手抵挡，随后就听见咔嚓一声脆响，整个人像是被车撞了一样，向后倒飞出去。后脑勺和冰凉的地面接触，撞得我脑袋发懵，2只手臂还在发麻，我感觉应该是骨折了。那僵尸没想放过我，他追上来，抬脚就往我脑袋上踩。幸亏老爷子用肩膀狠狠撞在僵尸腰上，僵尸一脚踩偏，擦着我的脑袋落在地上，溅起一大片灰尘。这一脚要是落在我脑袋上，我怕是当场就得没命，吓得我连滚带爬的往旁边跑。僵尸被老爷子攻击之后，立刻转移了目标，朝着老爷子攻击。不过下一秒，一大块石头突然砸在僵尸的脑袋上，是村长的儿子。他怀里抱着好几块石头，骂骂咧咧的又丢了一块，草泥马，欺负我们村的人。而这时，村里突然响起了大喇叭，是村长。难怪刚刚一直没见他的人，原来是早就跑到办公室去了。村里的爷们儿，今天早上那狗日的婆娘又来老周家闹事了，都一个村的，咱们能看着他们被外人欺负？不能。村里有不少汉子大声回应，当年我爸妈几乎救了整个村的年轻人，这些人都还念着恩呢。好，村长猛地一拍桌子，干他们！邻居带着几个人从身后偷袭，从我家拿出渔网困住僵尸。一群大叔有的拖着锄头，有的拿着木棍，一起往僵尸身上招呼。但这东西皮糙肉厚，打在他身上根本不破防。纯章儿子猛地一指旁边的女人，先干这个逼养的。说完，一块石头砸了过去。那女人完全没想到我们家在村里的人缘会这么好，她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。但几个婶子已经拦住了她的去路，一人薅头发往地上扯，剩下几个有的扇嘴巴子，有的逮着软肉揪，更有2个直接开始扒她衣服。这女人一边怒骂，一边惊恐地大喊大叫。僵尸似乎察觉到了主人的危险，猛然掀翻一大片人，朝着她跑了过去。婶子们赶紧躲开，女人没了压制，直接蹦了起来，躲在僵尸身后，眼神怨毒的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扫过。我要杀了你们，你有本事再来试试！我冷笑道。那女人转头看着我，目光阴森，还有你个小杂种，我迟早扒了你的皮。她放完狠话，转头就跑。一群人看着她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逃窜，纷纷大笑起来。老爷子拉着我跟乡亲们一一道谢，没有他们，今晚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。乡亲们只是拜了拜手，让我们有事之声，就纷纷回家了。等人走光后，村长才姗姗来迟。他儿子眉飞色舞地跟他讲刚才的经过，被村长狠狠拍了一巴掌，然后跟老爷子说道：“老周，这件事情看样子不是这么简单。”老爷子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，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村长拍了拍老爷子肩膀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好，老爷子也没跟村长客气。等到2人走后，我问老爷子现在怎么办。老爷子缓缓说出2个字：招魂。我问道：现在不是才符3吗？距离头七还有4天呢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老爷子摇了摇头，那女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甚至怀疑你哥诈尸都跟这女人有关。我们得尽快把事情弄明白。我去准备东西，你先去把那女娃带进来。我心里一震，点点头道：好。等我回来时，老爷子已经准备好了道台，开始招魂。
我拿着写着2人名字和8字的魂幡走到路口，在这里摆上2支蜡烛，等老爷子做法完毕，就开始舞动魂幡，口中还不停喊着2人的名字，让他们回家。不多时，我感觉周围的空气开始冷了起来。等到蜡烛无风自动，我连忙用它点燃4根香火，随后慢慢走向屋内，把香插在香炉上后，连忙退到旁边。与此同时，老爷子撒了一把纸钱，点燃写着他们8字的黄符，将他们分别丢在2个碗里，用八卦镜盖住，最后在八卦镜上淋上鸡血，血液顺着缝隙慢慢滴进碗里。我帮着老爷子把碗里的血液和符灰搅匀。老爷子用不同的毛笔分别在2个纸人的眼睛上点了一笔，下一秒，2个纸人竟然真的动了起来。他们眨了眨眼睛，扭着脑袋开始打量四周环境。哪怕见惯了灵异事件，这一幕仍然会让我感到震撼。写着我哥名字的纸人看到我，竟然抬起手臂，冲我摇了摇手。尽管动作十分僵硬，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熟悉，顿时热泪盈眶地喊道：“哥！”我冲上去想要给他来个拥抱，但又怕力气太大，给他捏坏了。挠了挠头，我转头看向另外一个纸人喊道：“嫂子！”那纸人低着头躲在我哥身后，也不正眼看我们。老爷子用沾水的釉液在我和他的眼睛上一抹，紧跟着在耳朵上也撒了一点水。随后我惊奇地发现，那2个纸人真的变成了我哥和嫂子的模样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子问道。我哥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反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老弟，你还记得我高中那件事吗？”我一愣，当然记得，那时候我还在初中。但我哥已经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起因是和他同伴的一个女生。那女孩从初中毕业时，家里就逼着她嫁人，但被村里给拦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他爸妈就再也没管过她，全靠村里人的一点资助生活。为了读书，她每天都是馒头咸菜，所以整个高中她基本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。就这样，到了高3，女孩刚满18岁没几天，她的父母居然找到了学校，要强行带着她离开。原来是他们村有个单身汉，愿意花10万块钱娶她当老婆。她爸妈见钱眼开，当时就答应了，在学生还在上课时，就冲进课堂，想要带人走。女孩不愿意，还被她爸扇了几巴掌，揪着头发往外拖。我哥看不下去了，带着几个同学冲上去，就给了她一脚，然后一人拖着一根凳子腿，从教室一直追到校门口。其他人不敢追了，但我哥当时打红了眼，硬生生追了他爸3条街，又干了他几棍子，才被警察给拦了下来。这件事在我们这里闹得很大，甚至惊动了教育局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家还赔了一点钱。我哥全校通报批评，但换来了女孩在学校食宿全免，能够安心读书，最终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彻底远离了原生家庭。我恍然大悟，所以他就是没错。我哥点了点头，难怪。我斜着眼睛看了看我哥，难怪你高中毕业后破天荒的要提前去大学勤工俭学，原来是早就打算好了是吧？我哥嘿嘿一笑，大学4年，我和你嫂子靠着兼职和爷爷打来的生活费过日子，虽然有些艰苦，但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你嫂子找好了工作，逐渐稳定下来了。这时候，一件事情必须提上了日程，结婚。我哥叹了口气，虽然现在结婚已经不需要户口本了，但想要把户口独立出来，彻底远离他们，还是需要来当地办。没想到，才刚回来就遇到你嫂子的到底，她带着一群狐朋狗友，强行把我和你姐分开了。那几天，我和你嫂子的联系一直断断续续。虽然她一直叫我不用担心，可我心里一直都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。送你去车站后，我再也按耐不住了，直接去找你嫂子。可才刚大门口，那女人一眼就认出我就是当年打她老公的人。我也是当时才知道，她老公在那件事闹大之后，在他们那一片算是出名了。有人看她不顺眼，捅了她好几刀，没多久就死了。那女人把你嫂子关在家里，不让我们见面，并且要我10天之内拿出50万，不然就要把你嫂子卖到山里去，给她儿子换彩礼钱。我哥擦了擦眼睛，满脸愤恨地说道：“后来我才知道，是那个女人赶我走时，悄悄扯下了我的头发，施法通过她儿子来控制我，才导致了这场悲剧发生。而且事后为了掩人耳目，还故意控制我的身体，伪装成跳河自尽。那他又为什么要来闹事？又为什么要把他女儿的事情抖出来？”我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真的是为了20万吗？”这时，女孩举了举手，怯生生说道：“我好想知道为什么。我妈赶走你哥之后，就在屋里到处翻找古籍。我当时透过门缝看见过一些图案，其中一个很像你哥的那一块玉佩。难怪。”老爷子叹息着闭上眼睛。许久之后，他摸了摸女孩的头发，说道：“你既然入了我周家的门，那就是我周家的人。今晚你们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”说完，口中念诵咒语，随后在我哥和嫂子的额头轻轻一点。我哥和我嫂子对视一眼，牵着手转过身。我眨了眨眼睛，纸人又恢复到了之前呆板的模样。他们走了。老爷子点了点头，走到台前对我说道：“把你的玉佩给我。”我依言照做。但老爷子接过手后，就把玉佩放在台上没了下文，自己找了个蒲团开始打坐，就没了。我问道：“不急。”老爷子看着天色，再等等。
我不知道老爷子要等什么，也找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陪着。过了1-2个小时，到台上的玉佩突然散发出惊人的光芒，老爷子立马站了起来，他飞快地咬破手指，滴了几滴血在上面，随后从怀里掏出一张黑色的符纸，把玉佩包裹起来。紧接着，玉佩上面的光芒消失，老爷子松了口气，靠在道台上面抽烟。不多时，我哥他们回来了。此时两人的身影有些虚浮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。解决了吗？我问道。我哥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被那个女人跑了，可惜了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女人还真是狡猾。不过我哥倒是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，他儿子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眼前一亮。那女人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掩盖了自己的行踪，但他儿子没有。等到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喝得醉醺醺的到处找人。我们听了一会才知道，原来今天他拿到20万后，就兴冲冲的去找他对象提亲。结果他对象收到彩礼钱后，晚上就和其中一个蓝毛跑了。等他收到消息时，2个人都已经上了高铁。他儿子气急败坏地骑着鬼火去追，在路过一座桥时，我拉了一下他的车头。他当时的速度很快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，撞在路边的栏杆上，被切成了2截，落进了水里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他还没死透。我和你嫂子干脆驱动一些鱼儿，慢慢啃食他的血肉。那女人似乎在他儿子身上施过法，他很快就赶了过来。不过这时候已经晚了，等他儿子捞上来时，已经被啃得不成样子了。那女人当时就怒了，喊着要和我们不死不休。我的那一半镇龙玉的确在他身上，我和你嫂子伤不了他，反而被他偷袭打伤了好几次。还好在关键时候，镇龙玉突然失去了作用，那女人一时不察受了点伤，见势不妙就跑了。我给老爷子点了个赞，牛批。老爷子微微一笑，把玉佩重新给我戴上，然后对我哥说道：那女人短时间内是不敢露头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好你们的后事，正好也能让你们休养一段时间。孙媳妇的棺材早上才会送来，你们现在已经是夫妻，那之前的选址就不能用了，等准备好之后，你们就上山吧。我哥他们下葬后，我和老爷子又打听了好久，那女人好像凭空消失了，找不到她任何踪迹。我请假时间已经到期了，学校导员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都快给我电话打爆了。无奈我只能动身回校。在高速服务区时，大巴车停下休息，我也趁机去上厕所。结果刚进门，迎面就撞上一堵墙。抬头一看，正是那僵尸。下一秒，我脑袋一疼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被绑在了一根柱子上。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废弃的厂房，旁边还有一些生活垃圾。看样子，这女人这段时间就躲在这里。我心里正想着，那黑衣僵尸抱着一口箱子走了进来，那女人正跟在她身后。只不过这女人现在的样子非常凄惨，她的脸上有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这伤口像是带着毒素一般，让她左半边脸已经完全腐烂了，眼睛也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眼眶，看上去格外瘆人。醒了，女人声音冷漠，她用手掐住我的下巴，左右打量了一会，是个不错的容器。什么容器？我心里正纳闷。那僵尸把手里的箱子放在了我脚下，女人在箱子上轻轻抚摸道：我的儿，你马上就可以复活了。说完，她打开箱子，一股浓郁的腐臭味扑面而来，我胃里立刻开始翻江倒海，但奈何嘴上还贴着胶带，愣是没有吐出来。但这反应却惹恼了女人，她猛然掐住我的脖子，用仅剩的一只眼睛恶狠狠盯着我：你还敢吐？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儿子的身体毁了，那就把你的身体让给他。他狠命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在我快要窒息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油灯。他口中念诵着咒语，油灯里面的灯芯慢慢跳动起来，最后竟然跳出了油灯，顺着他的手慢慢向我靠近，最后停留在我额头上。我感觉我的眉心像是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这东西正疯狂地往里挤。这东西想占据我的身体，我疯狂地摇晃脑袋，想把这东西甩开，但这种息一旦沾上，就如同枯骨之居，在我的头上扎根蔓延。这时，一只冰凉的手掌突然出现在我额头上，是我哥。紧跟着出现的还有嫂子以及老爷子。老爷子一把撕开我嘴上的胶带，扯得我嘴上火辣辣的疼。你们要是再来晚一会儿，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我龇牙咧嘴道：臭小子就这点出息。老爷子正给我解绑，听到这话直接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。这搁谁不怕呀？我有些不服气的比了个手势，就差一点，你第2个孙子就没了。此时中年女人也反应过来了，你们耍我，是你自己太蠢。我毫不客气地回怼道，明知道你会报复我们，我还单独行动，直勾都要，怕不是练僵尸把脑子都练傻了。好好好，女人咬牙说道，今天算我栽了，你们放我儿子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哥嗤笑道。他用手轻轻一捏，那团火苗立即闪烁起来，上面浮现出黄毛痛苦的脸庞。女人一下红了眼睛，但又不敢出手，只能把怒火全部发泄到嫂子身上。你个赔钱货，看着亲弟弟被人折磨也不出手，当初就应该把你淹死在粪坑里，
他满嘴喷粪的骂了一大堆，我哥听不下去了，直接用手一拍，噗呲，那一簇小火苗被拍灭了。我的儿！那女人愣了2秒，突然凄惨地叫了起来。她扑上来想把那缕烟抓在手里，却被她带起的风彻底地吹散了。啊！那女人歇斯底里地怒吼起来：“我要你们死！杀了他们！”话音刚落，那僵尸一拳砸了过来。我和老爷子连忙后退，我哥和我嫂子则直接从僵尸身上穿了过去。这东西无魂无魄，他们2人对他造不成伤害。老爷子说道：“你们去对付那个女人，这里交给我们。”我哥他们点了点头，转身向着那女人扑了过去。这僵尸的攻击速度非常快，而且身体十分坚硬，我之前就吃了这种亏，到现在伤都还没好，所以此时完全不敢硬碰，只能狼狈地闪躲。趁着又一次躲开攻击的间隙，老爷子从口袋里掏出了2把锈迹斑斑的铁剑，用这个。我接过手时，僵尸正好一拳砸了过来，我侧身躲过后，立马一剑砍在他手上。这一剑果然破防了，剑刃直接没入了血肉之中，砍在他手臂骨头上。卧槽，破伤风之刃果然牛逼！我眼前一亮，想要趁热打铁，但僵尸完全不给我机会，他另一只手抓住袖剑，连同我一起扔了出去。我后背撞在墙上，疼得我心脏直抽抽。但僵尸完全不给我喘息的机会，又一脚踹了过来。我连忙在地上打滚，躲开这一击。正好这时老爷子也到了僵尸身后，他一剑砍向僵尸的脖子，可惜身高不太够，只能砍到肩膀。而我站起身后，则直接一剑戳进了僵尸的腰子。强烈的痛感让僵尸嘶吼起来，他一巴掌把老爷子拍飞了，另一只则狠狠砸在了我胸口。噗！我猛地吐出一口血，身体在空中飞了2-3米，而后重重摔在地上。而这时我哥那边也是捷报频传，那女人趁我昏迷时拿走了我另一半镇龙玉，2块玉佩合二为一，能够镇压天下邪祟。我哥和我嫂子根本进不了那女人的身，反而会被她丢出的符咒打伤。爷爷，换人！我扯着嗓子喊道。老爷子很快明白我的意思，躲开僵尸的攻击，加入了另一边的战场。我哥被替换过来后问道：“阴气入体，你少说都得大病一场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”我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先弄死这狗日的再说。”好，我哥答应下来。我们2只手紧紧握在一起。下一秒，一股阴冷的气息顺着我的手臂，快速延伸到我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。我仿佛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此时，僵尸又一拳砸了过来。这一次，我不闪不避，选择和他硬碰硬。砰！沉闷的响声回荡在空旷的厂房。势均力敌，我甚至没有后退半步。莽夫！我哥在我脑海里啧了一声。我乐意。我撇了撇嘴，往前一步，抓着僵尸的手，狠狠给他来个过肩摔，而后趁热打铁，冲着他脑袋一顿铁拳。这东西脑袋也不知什么材质的，捶上去梆梆作响，震得我手臂发麻。突然间，僵尸抓住我攻击的间隙，抓住我的腿，直接把我丢了出去。我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才刚站起来，僵尸已经一拳砸在我脸上，我顿时眼冒金星，连连后退。小老弟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哥戏谑道。我不服气地咬了咬牙，你行你上，我上就我上。我哥说完，我突然眼前一花，紧接着就发现身体不受控制了，这感觉像是在看一部第一人称视角的电影一样，非常刺激。看好了，我只教一次。我哥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在僵尸扑过来时，双手抓住他的手臂，然后一脚踢在他的裆部。我哥趁热打铁，在地上一滚，捡起一根钢筋，直接捅进了僵尸屁股。卧槽！我被惊得头皮发麻，忍不住给我哥点了个赞，你这下三滥的招数用的真是行云流水。过奖过奖。我哥不以为耻，反手又是一招插眼，跟着鬼东西还讲仁义道德不成？随后我哥各种阴招不断往僵尸身上招呼，仗着身体灵活，短短1分钟已经给他捅了10几个窟窿，纵然是铁打的筋骨，也禁不住这么折腾。僵尸疼得胡乱抓咬，无能狂怒。我哥抓住这个机会飞跃而起，一根钢管直接从僵尸嘴里插了进去，从肚子上穿了出来。扑通！僵尸跪倒在地，我哥摸了一把我头上的汗，慢慢走到僵尸面前。那僵尸还想起身，但被我哥一只手按在地上。他摸了摸僵尸的头发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亲爱的老丈人，我来送你解脱。”随后，我哥绕到僵尸背后，一只脚踩在他背上，2只手掐住僵尸的脑袋，狠狠往后一拉。呲啦！血肉被撕裂的声音连绵不绝。我哥竟然把僵尸的脑袋连同脊椎整个拔了下来，这血腥至极的一幕差点让我大脑宕机，偏偏身体的控制权还不在我手里，我连闭眼不看都做不到。哈哈！我哥抓着僵尸的头发，把脑袋提了起来，那僵尸还没死，张口就咬。我哥立即把他提得高高的，冲那女人喊道：“丈母娘，你老公又死了。”那女人听到声音，往这边一看，顿时浑身一抖，紧接着就被我爷爷砍了一剑。我哥抓着僵尸的尾椎骨甩了甩，发现手感不错，欢欢喜喜地跑到女人身后，把她当成鞭子甩了出去。那女人猝不及防地被砸了个趔趄，胸前玉佩露了出来，被老爷子趁机抓住。不要！那女人目露惊恐，想要伸手把玉佩拿回来，
但老爷子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用力扯断绳索，同时身体后退，交给你们了。我眼前一黑，重新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，而我哥已经重新出现在了空中，和嫂子并排站在一起。不，你们离我远点！这女人色厉内荏地喊道。她没了最后的依仗，只能颤抖着后退。眼看着我哥他们步步逼近，这女人眼中终于出现了悔恨，她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，2、3下额头就已经磕出了血。她嘴里不断地哀求起来：招娣，不，小小，求你放了我，我发誓，我从今往后一定对你好，我每天给你上3炷香，给你祈福。最后，我嫂子终于走到了她的面前。那女人颤抖着身体，缓缓抬起头，看见我嫂伸出手，轻柔地抚摸着她额头上的伤口，女人脸上扯出一抹笑意。但下一秒，嫂子伸出手，直接扯下了她的脸皮。这女人愣了2秒，才反应过来，痛苦地捂着脸在地上哭嚎起来。但我嫂子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，而是一下又一下地扯下这女人的血肉，仿佛在发泄着这么多年来受过的屈辱与痛苦。到最后，这女人已经嚎不出声了，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丝好肉，只能匍匐在地上，不时抽搐几下，证明她还活着。我哥叹了口气，抓住这女人的魂魄，将她捏得魂飞魄散。事情结束了，我扑通一声瘫软在地，浑身发软，又酸又痛。这就是被附身的后遗症。我捂着胸口想到，胃里还在翻江倒海，我没忍住，吐出了一大滩黑水，腥臭难闻。老爷子拍了拍我的背，安慰道：吐吧，吐出来就好了。等我彻底吐干净了，我哥挤眉弄眼的给我递了几张纸，小伙子不行啦，闭嘴！我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，要不是你，哪来这么多事？老爷子摸了摸我脑袋，从口袋里拿出那块早已合2为1的镇龙玉，将它放在了我的手心。我呆愣愣的看了那玉佩很久，很认真的跟老爷子说道：爷爷，我想学捞尸。老爷子沉默几秒，突然眉开眼笑起来：好，我教你。